欢迎千玺，从少年的你到小小的我，从小北到春和，从最佳新人到最佳男主角。您刚才说紧张的、刺激的有点想吐，现在感觉怎么样了？现在缓过来点了，对，那会儿的确就是因为做的时间太长，然后前面也会跟着那些奖项的那些获得者一块儿紧张，这个氛围老是轰到那儿，对，就有点紧张。好，那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媒体提问。好，这个黑衣服的小姐姐吧。你好，给我个麦吧。您要不大点声也行。千玺这边是猫眼电影，恭喜您先获得那个百花奖最佳男主角。之前你提到，不管是工作人员还是段奕宏老师，都曾说过类似的话。春和这个角色没拿住就是一个大坑，但是拿住是很不容易的。这次再次凭借小小的我刘春和这个角色获得最佳男主角，你会对当时做决定的自己、刘春和，还有对支持你的粉丝朋友们想说点什么吗？分别都想说点什么？谢谢。其实对当时的我不知道说啥，但是对整个2个月的拍摄历程，对我们的导演、我们的监制、编剧，然后摄影，还有美术、服装，还有一直在现场盯的剪辑，其实他们都会给我很多类似的帮助和修改的各种意见。就是其实没有我们这种家庭式的剧组，我们每天的这种沟通，我是很难把这个角色真正的完成好的。对，所以对他们，我们私下已经说过好几次了，反正就是无法言语表达的感谢。那对粉丝，其实因为我知道粉丝会对我，不管上什么角色，他们都会倾尽全力的去帮助我嘛。对，所以对粉丝也想说辛苦了。好的。好，接下来还有吗？好，那位朋友吧。谭灯，你怎么就是看待这样的一个评价？今后对自己的这个电影之路还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野心？这个评价，它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工作上的不同的区域，我得唱歌，我得那个演戏，然后我可能就是还有点自己的别的就是个人工作，它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复合型工作的一个确定吧，对。然后你第二个问题是啥？就是你将来就是对自己这个电影之路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目标或者说野心？目标真的，因为我本来不是一个对未来有很明确畅想的人，然后再加上现在可能变化都挺多的，然后大家也可能对未来会有各自自己不太确定的畅想吧。我希望能够越来越大胆，但是怎么说，就是越来越创新吧。好的，还有吗？好，再让您说一个。谢谢你好，我是封面新闻记者。从最佳的新人奖，再到最佳的男主角，其实您觉得这6年来，您在表演上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很多观众评价您的情感都是藏在这个细节里面，说表演的克制其实就是最大的张力。那您怎么来理解大家对您的评价？在饰演刘春和这个角色当中，您是怎么沉浸在其中的？谢谢。您刚刚说的那个细节，其实对于我来说是的，我的表演习惯，一些导演也会说过，我会就是我总是习惯更演得慢一点，然后我也总是习惯，就是用沉默或者用不是那么刻板印象里面的某些表演去表达吧，可能就是因为对于我自己的审美来说，我也更喜欢看到一些表演之间不说台词的时刻，一些他想要做反应或者这些缝隙里面的沉默的时刻，其实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我会更喜欢这样内敛的表演。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感觉。好，这个还点过您了是吧？还有这位记者朋友。我就直接说吧。首先恭喜您获得最佳男主角。
您的代表作品《蛮荒禁地》最近有动静了嘛？然后刚刚段奕宏老师，你也说到段奕宏老师，有之前跟你说接这个角色，刘春恒这个角色比较有难度。刚刚在后台有没有前辈像张艺谋老师，还有段奕宏老师，他们有没有跟你说些什么？现场见到的大家都是恭喜，然后蛮荒的进度我也不太知道，但是可能是快了吧，可能是。我信你。行。从最佳新人到最佳男主，您觉得您这6年有什么变化？这6年其实对我来说变化挺大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这6年比较非常把精力放在演员这项工作上面，然后又比较频繁的出入一些就是我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出区别，或者可能一些难度比较高的角色吧。然后所以对我来说，我自己的感受，对成长上面的感受都是比较大的。是不是每个角色给演员自身也会带来一些变化？那您觉得刘春和给您带来的留在自己生命中的部分是什么呢？春和在我身上留下的，它其实就是会让我变得更加的细腻，更加的去看到一些平常看不见的一些角落。感知美好，也感知大家的思想。好，接下来还有吗？好吧，您再来一个。千玺你好，刚才你也说你不太会过多做未来嘛，不是专业于未来。然后我就问一个短的吧，你今天得奖了，明天打算干啥？明天有拍摄，拍广告。对，我今天晚上就好好休息休息。除了泥塑这个爱好之外，最近有没有什么新添的爱好呢？今天的爱好或者为了庆祝得奖，会不会做一个什么泥塑纪念一下？庆祝得奖呀！我庆祝得奖，我就是真的就是赶紧好好泡个澡，好好放空一下。然后最近的新爱好可能就是什么冥想啊、正念啊、放空啊，就这种。还是专注于自身的感觉。在电影里有一句话：“苔花如米小，也许牡丹开。”您觉得要是用一种花来形容自己，现在是什么？是苔花或者牡丹或者其他的花都可以。因为今天是百花奖嘛。我脑子里就没几个花儿，现在。那你觉得更偏向苔花还是牡丹？那就苔花吧，可爱的苔花。还是更像小小的自己。好，我们再看看有没有记者。好，这位朋友。千玺你好，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这次获奖之后，你第一个想告诉的人是谁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获奖的时候其实有哽咽嘛，心里在想些什么？第一个想告诉的人，那可能就是我自己吧。然后第二个啥？获奖的时候哽咽在想。哽咽就是因为段老师给我发奖杯的时候特别大声的说了一句恭喜，然后我那一下就是又有点感慨嘛，然后就想他说的那句话，然后我也是回想到那会儿，因为那会儿正在拍大夜戏，然后我坐在监视器前面就有点迷迷瞪瞪的，然后段老师因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家里面也有这么一个男孩，然后段老师就说无所谓，就说这句话，然后我就回想到当时那个场景，我就有点哽咽吧。其实这些年千玺的工作强度也很大，很多粉丝朋友会担心您的身体状况。现在有没有找到一个平衡生活和工作节奏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呢？和方式？有，自己其实一直都能够把自己照顾得很好。让粉丝朋友别太担心。好的，也期待你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电影作品。恭喜易烊千玺获得最佳男主角，您能捧起奖杯在这里拍一张照吗？好，帮我们拿一下奖杯。好，手捧金杯，看向前方，3、2、1，谢谢。